大家好，比特币今天来聊一聊，如果遇到第三次世界大战，BTC 会怎么走？因为朋友昨天是在聊，感觉世界还是很乱，特别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吵架。不过，不管是2年之前现货 all in 的，或者是期货做多的利润，我还是继续坚定在看涨。比特币高于30万美元，或者是狗狗币高于1美金。以及这次计划8万以下新的资金，我会再 all in 比特币，也是非常感谢主力给的机会哦。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 OKX Web3 钱包，它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去中心化钱包。上面可以买卖一些没有上市的代币，当然也要注意风险哦。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我还是相信比特币长达4年多的整个波动的区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头肩底的结构，也就是2021年的这整个区间，65K 或者是这几个位置很接近69K 的高点，以及前面74K 的这个高点，它这一条颈线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这一次突破压回来，80K 也是计划，如果有低于这个价格，反正现在是已经 all in， 我不准备再卖出。或者是有些朋友是担心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吵架，包括 AI 技术，昨天也是有看到很多视频哦，都要打起来。那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包括昨天吵架的内容，我也不好讲啊。只是有听到一点，特朗普是有提到啊，他想以外交的方式，就是让俄乌两国能不能结束战争。如果不结束，就是怕会有第三次世界爆发的风险。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它是没有遇到过就是世界大战，有遇到的有可能只是局部的小战争，或者是回顾一下2020年当时疫情，也可以看作一个战争。但是最终后面比特币价格也是上涨的。所以有些朋友来问我，就是如果有遇到世界大战，或者是比特币有可能会怎么波动。那我们来回顾一下美股的道琼斯指数哦，它历史上遇到的一些战争，比如1914年的时候，当时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在1914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当时价格是在这个区间哦，然后遇到战争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股市它肯定会跌，因为不管是机构或者是散户，它都是人哦，战争会影响人的心态，也就是怕跌得更深，所以短期会有一些卖出的效应，或者是一些资金它有可能会去买那个黄金避险资产，所以黄金有可能会涨。所以比特币它同样具有黄金的属性，我估计也是会涨，不过它也是具有风险资产的属性。就像这个股市，可以看一下一战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就是暴跌，这只是短线的，但是长线你去看一下，后面就是股市也是会涨的。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的时候爆发，当时短期也是涨，然后美国加入，后面整个股市全部都是上涨的。所以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啊？就是短期的下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因为很多人的心态他会从众效应或者是羊群效应，卖出的时候趋势出来的时候，有可能价格就会跌。就像最近比特币下跌，比特币 ETF 机构那边已经是连续7天左右是在卖出，不过昨天已经不同了。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昨天比特币 ETF 机构的买入数量哦，28号前面是一直在流出，那昨天是流入了接近1亿美金。所以我们再回到，也就是道琼斯指数的这个图表，就是短期为什么下跌，散户的或者是包括一些机构，它可能也是人在操作，它会有从众效应，就是会有一些短期的下跌。但是整个大长线，战争爆发，为什么后面价格是涨的？因为各个公司或者是各种产业，他们的生产线需要全线开工哦。你如果不开工的话，哪里去提供这些战略物资？所以战争会导致就是很多的公司，他们需要生产啊，生产就会带来收益，
然后就会造就整个股市或者是风险资产。大长线来看，它最终是涨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也就是2020年当时的这一个低点，疫情爆发的时候，是不是这种现象？就是短线它会有一些人为的，就是心态效应，或者是羊群效应，暴跌往往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但是整个大长线来看，后面因为就是疫情爆发，各个国家包括美联储那边就是印钞机全数开机啊，所以后面比特币最终价格也是涨的。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大家提到，这一个头肩底的结构可能目前的位置是非常非常像，就是这个位置当时突破以后上面画了一个陷阱，然后跌回来，这边踩在颈线的支撑，后面最终价格继续爆发。那现在的位置形态是非常非常的像，就是这个颈线突破盘整，短期跌回来，这个位置我也不确定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就短期来看，我个人观点，这个位置短期我们先看图表吧，毕竟从高点跌到这个位置已经30%，也不排除这个位置会不会盘整一段时间，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后面价格会不会继续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跟踪一下链上金鱼数据哦。3月1号，也就是刚刚这一根上涨的蜡烛收盘，持有100枚以上金鱼钱包的地址，现在是流出了2000枚哦。所以我们看链上金鱼的数据，它可能流入个1-2天，或者是就流出。最近是没有看到就是持续的流入动作。那我的观点，我们看图表哦，这个位置的空间之前是跟大家判断，前面这一个箱体可能上面是一个陷阱，很重要的一个区间就是10万，上面的这条线是大约在10万，下方是在9万。那这个箱体它现在跌破，我们把它箱子复制下来。我的观点是低点，你尽量找这种低点的位置去买啊。那短期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我们看裸 K 的技术形态，或者是来看一下这张图表。裸 K 的技术形态，它这一根针是非常强势的一根插针啊。像这一根蜡烛在书籍上，它类似一根锤子哦。然后昨天一根上涨加起来2根是一个就是多头的吞噬哦。或者是既然出现了就是已经有几根或者是1-2组的多头的抵抗 K 线，我的观点是我们先观察吧，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一段时间，因为毕竟上方的这个20MA 也就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它目前是压在头上，也就是上面的这个区间目前是有一些压力所以短期我先判断就是会不会在这个位置盘整一段时间。当然也有可能如果主力的资金要进场去堆价，也不排除这个位置会直接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我们同样可以看一下提了有几天的这一个看涨楔形，不过也猜不准它低点到底会跌到 0.2 还是到 0.19。那短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除了这一个看涨楔形，它同样也是有一根垂直的 K 线，加上这2根也可以看作一个多头的吞噬。以及狗狗币的价格低点是更低，这一个 MACD 指标它是背离的，所以不排除这个位置，反正之前 0.1 的利润我目前还是在持有短期我们尽量先观察狗狗币有没有可能也是同样盘整，在等待比特币盘整，如果后面开始突破的时候，我是相信狗狗币价格应该是会高于1美金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